人在清理家里泳池下水道时，却突然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，一股令人恶心的臭味从下水道口里冲出来。于是他伸手进去看看是什么情况，然而此时意外却发生了，他的手突然出现一道像被刀割过的伤口，紧接着下水道口开始涌出一团浓稠的黑色不明液体。可怕的是，黑色液体不断地向外蔓延开来。他的2个孩子被眼前的景象吓到尖叫起来，内心不安的他赶紧请专家过来检查。经过一番现场勘查后，专家解释到可能是下水道接通了地下水的缘故。此外，这地下水不仅水质优良，还拥有神奇的功效，可以起到护肤的效果。听到专家的这番话后，一家4口都开心极了。很幸运，当初花了10汇的价格买下这块风水宝地。时间没过多久，游泳池终于修缮完毕，全家人都尽情跳进泳池游泳嬉戏。然而谁都没想到的是，这个泳池将给这一家人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。当晚全家人都开始陆续入睡，唯独大山的妻子丽莎还在惦念着这个新泳池，于是二话不说又跳进去畅快地游起来。当她正准备游完最后一圈时，眼前忽然闪现丈夫站在泳池边的身影，但当她浮出水面定睛一看时，却发现四周空无一人。就在她怀疑自己可能只是一时眼花的时候，周围的灯光突然一明一暗地闪烁起来，她整个人彻底慌张了，以最快的速度拼命游到岸边。可此时四周的灯光又恢复了正常，她立马回到房间，询问此时正躺在床上的丈夫大山刚才有没有去过泳池。大山的答案让丽莎百思不得其解，她表示自己并没有去过，刚刚甚至已经在床上睡了一觉。她望着窗外的蓝色泳池皱起了眉，总觉得事情不太对劲，于是向丈夫提议在泳池上加盖一层布，顺便检查一下泳池周围的灯光。此时家里的狸花猫蹲在泳池边的跳板上，一只玩具船突然浮出水面，猫似乎感受到了恐怖的气息，紧张地弓起身子，眼睛死死地盯住那只船，嘴里不停地发出低沉的怒吼。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第二天早上，丽莎的儿子发现自己心爱的小猫咪不见了。诡异的是，泳池上漂浮着小猫咪之前一直戴着的颈链。丽莎假装冷静地安慰他道：“小猫可能只是跑出去玩还没回来。”此时站在房间的大山看着自己的右手掌疑惑起来，之前在清理泳池时出现的伤口竟然已经完全愈合了，甚至没有留下一丝疤痕。他抬头看着窗外的泳池陷入沉思，难道这个泳池真的隐藏了什么神奇的魔力吗？他听从了妻子的提议，当天下午就和儿子一起给泳池加装盖布。这天的深夜时刻，丽莎突然被噩梦惊醒，但发现本该躺在自己身边熟睡的丈夫却不见了踪影。被吓出一身冷汗的她走到窗前一看，丈夫竟在泳池里游泳，但她想起来丈夫明明脚上有伤还没好，为什么还能这么自在的游泳？此刻她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对劲，于是第二天早上夫妻俩直奔医院。医生对大山的身体进行了详细的检查，看到检查后的各项数据，医生惊叹到第一次见到一个人在经历了大伤之后这么快能恢复正常。原来大山本是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，但不幸的是他在一次比赛中遭遇意外，职业生涯就此断送。经过这次的身体检查之后，大山愈发觉得是泳池的神奇功效治愈了他，于是对泳池越来越沉迷，每天都要在里面游好几个来回。这天他们的儿子一个人跳进了泳池玩耍，就在他潜进水底想去捡回硬币时，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。那个声音向他打了个招呼，但当他浮出水面看遍了四周都没发现有人，于是想着可能只是姐姐搞的恶作剧，不料下一秒泳池的跳板突然晃动起来并发出响声，接二连三的怪事让他慌张起来。他抓着跳板准备离开水面时，此时陌生女孩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他辨别出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声音应该是来自泳池的排水口。I need help. I'm looking for my mom. Who are you? My name is Rebecca Summers. I found your toy. 他游到排水口前往里看，果然在昏暗中看到了自己的玩具，于是就伸手进去拿玩具。下一秒意外发生了，他的手像被一道无形的力死死拽住，害怕的他疯狂挣扎。经过一阵挣扎后，他终于挣脱出来，奋力地向岸边游去。回到岸边后，他立即爬上岸，并跑回了房子，找到妈妈丽莎，跟她讲述刚才所发生的怪事。惊慌失措的丽莎立刻跑到泳池边，奇怪的是四周根本没看到有人影。后来丽莎和丈夫提起这件怪事，大山神情轻松地说道：“或许只是邻居家的调皮小孩搞的恶作剧，毕竟他们一家刚搬过来没多久，周围的邻居还不认识。”于是提议找个时间搞一场家庭派对，邀请附近的邻居来家里玩，好让一家人能更好地融入这个社区。这天，丽莎的女儿趁着爸妈外出，带了男朋友来泳池一起玩耍，还让弟弟保守秘密，不要告诉爸妈。就在两人在池中非常投入地玩躲猫猫游戏时，正准备在水里找男朋友的她被眼前的一幕吓到，一个陌生的白发老头突然闪现眼前，她以为自己眼花了。就在她想浮出水面时，一股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紧紧拽住了她的腿，不断地把她往水的深处拽。她拼尽全身力气挣扎，幸运的是她最终挣脱了那股力量，憋着最后一口气游到了水面上。男朋友看见她不对劲的脸色，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她浑身颤抖地复述了一遍
遍刚才在水里发生的诡异事情。男朋友安慰她道：“可能只是你的脚不小心卡在了排水口。”此时弟弟跑过来大喊道：“爸妈回到家了。”她的男朋友听后立马从后门溜走。第二天，弟弟悄悄来到姐姐房间，向她坦白自己昨晚目睹了发生的怪事。犹豫要不要把事情告诉爸妈，姐姐严肃地阻止道：“一家人刚搬来这里，还没安顿好，爸爸的腿也才刚恢复好。至于泳池到底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俩也找不到答案，还是暂时保持沉默比较好，不要因此影响到家里的气氛。”时间来到家庭派对这天，一家人邀请了周围的邻居和各自的好友，大家在泳池里玩得十分尽兴。但两姐弟心有余悸，不敢下水。后来弟弟独自一人跑到仓库找出父亲的相机，并架在了对准泳池的房间里，想要记录下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怪事。当初介绍这栋房子的中介也来到了派对，此时他正和丽莎在厨房闲聊。丽莎好奇地看着中介问起，为什么这个泳池有15年的时间没被使用过？为什么这个房子比周围的房子便宜这么多？一开始中介支支吾吾的没有正面回答问题，后来在丽莎的不断追问下，终于说出了背后的原因。他称这个泳池曾经淹死过一个小女孩，因此前房主再也没用过泳池。丽莎听完他的话后，立刻感到后背发冷，反问他那个女孩是不是叫丽贝卡。中介听到后整个人惊住了。此时的泳池正热闹不已，大山正架着一个小男孩在肩膀上玩游戏，他正憋着气沉在水面下。突然一团黑色液体钻进了他的嘴，接着他的行为开始变得异常，他死死抓住小男孩的双腿往深水区去。小男孩因为呛水不断挣扎。此时弟弟架在房间里的相机记录下了这可怕的画面，他感觉事情越来越不对劲，于是飞奔到厨房告诉了妈妈。丽莎听到后立刻冲到泳池边，此时那个小男孩的父母也发现了异常，立刻跳进水里救起了自己的儿子。随后昏迷的大山也被救起，万幸的是最后两人都没事，因自己的孩子差点因为大山而淹死。邻居和大山一家闹掰。经过这次事件后，丽莎才真正意识到这个泳池真的有问题，于是一家人当即决定现在就搬走。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，大山表示不愿意搬走，况且这个泳池还治好了他的腿。丽莎听后一脸震惊地反驳道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You almost drowned today. The little boy almost drowned.看到丽莎决心如此坚定，大山只好不情愿地坐上车跟着离开。随着汽车离房子越来越远，大山开始变得奇怪起来，他脖子上的青筋不断暴起，嘴里开始喷出黑色液体。丽莎被丈夫的状况吓到，只好又返回那个房子，将丈夫扶回床上休息。此时虚弱的丈夫竟提出想去泳池游几圈，还表示只要在泳池泡一会儿，他就会恢复正常。丽莎严肃地拒绝了他的请求，紧接着她一个人来到了泳池，用抽水泵将池里的水全部抽干。这天丽莎在电脑前查起房子的历史，才发现自房子建好以来已经失踪过好几个人，最后一个失踪的人就是那个叫丽贝卡的女孩。她根据网上查到的地址来到了丽贝卡母亲的家中，开门迎接她的是一个年迈的老太太，手中拖着一个氧气瓶。丽莎询问她道：“是不是有一个女儿叫丽贝卡？”老太太却谎称自己只有一个在华盛顿工作的儿子。见老太太不肯松口，丽莎只好向她讲起最近的诡异遭遇。她觉得那个泳池有问题，并表示丽贝卡这个名字是自己儿子在泳池里听到的。这时老太太露出惊愕的表情，开始回忆起那段不愿向别人诉说的往事。她缓缓地向丽莎说道：“在那栋房子修建前，曾有一处天然的泉水，那处泉水可以满足每个人的愿望，但交换条件是必须要夺走另一个人的生命。这意味着想要实现一个愿望，就要有一个人陪葬。当时她买下这栋房子时，刚好儿子身患重病，为了救儿子，她只好牺牲掉年幼的女儿。最后女儿被泳池带走，儿子的病则不治而愈。但这个交换的过程需要一个承受的载体，她自己便成为了那个载体。自那以后，她的身体一直承受着极度的痛苦。她说完后没多久，开始剧烈咳嗽起来，紧接着似曾相识的黑色液体不断从她的眼睛和嘴巴里流出来。丽莎被眼前可怕的一幕吓得赶紧逃跑。干涸的泳池突然开始源源不断地冒出黑色液体，与此同时，正在洗澡的大山像变异了似的，神情变得十分诡异。两姐弟回到家后，发现爸妈好像都不在家。此时弟弟突然听到猫咪的叫声，他以为是自己那只失踪多日的猫咪回家了，于是拿着手电筒到处寻找。根据声音的指引，他来到了泳池。怪异的事情再次发生，原本被抽干水的泳池又放满了水。他听出猫咪的声音来自泳池边漂浮的气垫，于是小心翼翼地爬上池边的跳板，准备将气垫拉过来。谁料下一秒意外发生了，泳池的盖部控制机关自行运转起来了，盖部开始慢慢地将泳池覆盖上。弟弟抓到气垫后，发现猫咪并不在里面，在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时，突然就被一股力量拽进了水里。此时布盖已完全盖住泳池的水面。听到动静的姐姐赶紧跑来，发现弟弟掉进了水里。她跑到控制盖部的摇杆前，使出全身力气想转动它，可惜她一个人完全拉不动。万幸的是，此时妈妈刚好赶到，两人合力终于把盖部收了起来。丽莎让女儿赶紧去打电话报警，自己则一头跳进泳池救儿子。
跳进水的她发现池里犹如万丈深渊，她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，于是又返回到岸上，抓起一根长水管再次跳进去。她不断的往下前后，终于发现儿子，于是快速游到儿子身边。当她准备抓着儿子游出水面时，周围突然出现无数个水怪，将他们两人团团缠绕住。丽莎拼命挣扎驱赶水怪，最终成功挣脱了他们，但她却迷失了方向，找不到水面在哪里。就在丽莎感到绝望的时候，那个叫丽贝卡的女孩出现了，她抛出了一枚笑脸硬币。根据硬币的指引，丽莎看到了水面的入口，于是赶紧带着儿子往那个方向游。最后两人都成功回到了岸上。丽莎急忙给昏迷的儿子做心肺复苏。回到房子准备报警的女儿遇上了神志不清的父亲，惊讶地站在原地不敢动。不料大山发疯地冲上前揍他，女儿拼命逃跑，躲进了仓库，意外发现了父亲之前用过的棒球棍。没找到女儿的大山来到了泳池边，丽莎看到眼前陌生的丈夫，整个人害怕得不知所措。大山却阴冷地说道：“爱就是要有所牺牲。”说完便掐着她的脖子，将她整个人提了起来。丽莎不停地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此时躲在大山背后的女儿抓着棒球棍拼命敲打她。大山在喷出几团黑色液体后，终于恢复了正常人的意识，儿子也在此时苏醒过来。丽莎赶紧和女儿抬起儿子准备送医，但随着儿子离泳池越远，她的表情越痛苦。此时泳池里又开始冒出黑色液体，大山明白了来龙去脉，要想救儿子的性命，他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。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走向了水里的那团黑色液体。 Dad, where are you going? 最后，她彻底消失在了黑暗的泳池里。丽莎看到儿子恢复了正常，但也意识到丈夫再也回不来了。后来，丽莎想卖掉房子，但想到其他人可能也会因泳池遭受厄运，于是叫来了工程队，用厚厚的泥土彻底将泳池填埋在了大地之下。